机器人手机，一个奇葩的概念，终于还是来了。3月1日晚，在巴塞罗那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荣耀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者。他发布了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 手机居然能长手脚，一时间科技圈炸了锅，网友们纷纷热议。作为荣耀阿尔法战略落地的首个新物种，这款打破传统形态的颠覆性手机，到底是噱头还是手机产品的未来趋势？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今年的 MWC 大会上，中国造又一次在全球舞台上赚足了目光，各大厂商轮番放招，原本以为都是常规的参数升级、功能优化，直到荣耀发布会登场，一款名为 Robot Phone 的产品亮相，直接把现场氛围拉到顶点，台下观众的惊呼声就没停过，手机圈的格局怕是要被这台会动的手机改写了。当天，荣耀 CEO 李健站在台上，能明显看出他的激动。面对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和镜头，他掷地有声：手机不该只是一个有着触摸屏的无趣黑色方块，我们决定赋予它大脑，更要赋予它手脚。这句话一说完，现场瞬间安静了几秒，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有人探头张望，有人拿出手机录像，大家心里都打着同一个问号：这手机到底怎么长出手脚？难不成真要变成小机器人，能跑能跳？而当 Robot Phone 真正被摆上台面，现场的惊呼声再一次爆发。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比起来，它确实没什么太大差别，厚度、大小都和普通旗舰机差不多。可只要一开机，差别就出来了。手机顶部的摄像头模组竟然动了起来。现场工作人员演示的时候，那颗摄像头一会儿左右旋转，一会儿上下摆动，灵活的不像话。对此，有网友调侃道：“荣耀这是把大疆 Pocket 3直接塞进手机里了吧？”这话还真没说错。据李健介绍，这款手机最颠覆的地方就是打破了传统手机的固定形态，搭载了行业最小、最轻量化的微型电机，还有行业最小的4自由度云台系统。说白了，就是给手机装了一套微型机械臂，让原本固定不动的摄像头能实现类似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可能有人会疑惑，这么一套机械结构塞在手机里，会不会特别笨重？现场不少观众也有这个顾虑，直到工作人员把手机递到前排观众手里，大家才放下心来。荣耀借鉴了折叠屏的材料和技术，把电机和云台做到了极致小巧，体积比普通方案小了70%，拿在手里和普通旗舰机没什么差别，完全没有累赘感。更让现场观众震惊的是它的互动能力。演示环节里，工作人员冲着手机喊了一声，摄像头就立马摆动起来，像是在回应。长时间不互动，它还会做出轻微的晃动，像打瞌睡一样。当然，再新奇的设计也不能丢了手机的本职工作。这款 Robot Phone 的核心功能也完全配得上机器人这个身份，尤其是影像方面，简直是为喜欢拍视频、拍 Vlog 的人量身定做的。它配备了3轴机械防抖云台摄像头和2亿像素传感器。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双击屏幕就能自动追踪锁定拍摄主体，哪怕拿着手机走动、转身，镜头也能牢牢跟上，一点都不跑偏。以前我们用手机拍视频，手稍微抖一下，画面就糊了，尤其是走路的时候拍，根本没法看。而这台手机的云台系统，相当于给摄像头装了个内置稳定器，哪怕边走边拍，画面也能稳稳的。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还首次在手机上实现了90度和180度智能旋转运镜。以前拍运镜视频得手动调整手机角度，还得练半天，稍不注意就拍砸。而这款手机单手握持就能自动完成旋转运镜，小白也能轻松拍出电影级别的画面。现场不少观众看完都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幕。除此之外，荣耀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他们和全球顶级电影器材品牌阿莱达成了战略合作。懂行的观众都知道，阿莱的设备连奥斯卡颁奖礼后台都摆满了。这次合作意味着阿莱那套专业的电影级色彩科学和制作流程会被搬进这款手机里。虽然没说具体什么时候落地，但按照这个节奏， Robot Phone 大概率是第一个能用上这项福利的机型。现在有不少影像爱好者已经开始期待了。当然不可否认，它的优势很明显，
但它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比如价格，毕竟加了微型电机、云台这些组件，售价肯定不会太低，大概率会定位高端市场，很多普通用户只能望而却步。不过，截至发布会结束，荣耀还没有公布 Robot Phone 的具体售价和发售时间，但据现场媒体报道，这款手机并不是 PPT 上的概念机，预计最快今年8月就能量产上市。现在不少人都在期待今年8月的到来，想亲手体验一下这款会动会互动的机器人手机。毕竟谁能拒绝一台既能当手机又能当私人摄影师还能陪你互动的小搭档呢？在 MWC 的展台上，除了形态破圈的 Robot Phone， 荣耀还把当家大折叠 Magic V6 也带到了聚光灯下，同样赚足了眼球。初看过去 ，Magic V6 的长相和上一代没太大差别，还是熟悉的配方，7.95英寸内屏搭配6.52英寸外屏，背面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3摄组合，一眼看过去辨识度拉满。不过机身内部藏着不少升级，悄悄换上了骁龙8 Elite Gen 5芯片，性能直接拉上一个台阶。在外界最关心的折叠厚度上，红黑金3款配色维持在9毫米，白色版折叠起来则是8.75毫米。这个账面数据刚好压过了8.9毫米的三星 Galaxy Z Fold 7一头，但说句实在的，0.几毫米的差距早就无法挑动用户的神经了。当折叠屏手机的体积和手感无限逼近直板机时，驱动产品迭代的下一个痛点在哪里？荣耀给出的解法很务实，跳出厚度内卷，在防护、电池和屏幕体验上死磕大磨。先把目光放到机身防护上，懂折叠屏的都知道，面对精密复杂的机械铰链，水和灰尘一直是折叠屏的宿敌，稍微进点水、落些灰就可能影响使用。而 Magic V6 这次直接拉满防护，支持 IP68、69级防尘防水。相比于在防护上依然相对保守的三星 Galaxy Z Fold 7，荣耀这波直接将这项指标拉到了目前折叠屏品类的最高标准，用实力打消大家的顾虑，比防水更让人踏实的还要数电池。在厚度没有大幅增加的机身里，荣耀硬是为 Magic V6 塞进了一款6660毫安时的硅碳负极电池，还支持80W 有线快充，充电速度和续航能力双在线。时至今日，苹果与三星的旗舰直板机大多还在5000毫安时的门槛上徘徊，而对比更直接的竞品，三星 Galaxy Z Fold 7仅有4400毫安时，高达2000多毫安时的容量差，能很大程度缓解大家最头疼的折叠屏续航焦虑，再也不用时刻担心电量告急。回到用户每天盯着看最久的屏幕，那些让人在意的体验盲区也在被逐一扫清。为了安抚有视觉强迫症的用户，荣耀宣称内屏折痕大幅减少了44%，肉眼几乎难辨；外屏则顺势换上了更抗造的纳米微晶玻璃，日常刮擦根本不用慌。实用的防反光涂层与荣耀招牌的4320赫兹高频 PWM 调光也悉数保留，不管是户外看屏幕还是长时间使用，都更舒适更省心。另一个让人惊喜的升级点是跨平台互通。搭载 Android 16的 Magic OS 时，这次相当开放，打破了系统壁垒，能与 iPhone 或 Mac 无线互传文件，不用再靠数据线折腾，还能作为 Mac 的扩展副屏，办公效率直接翻倍，甚至可以把手机消息直接推送到 Apple Watch 上，不用频繁掏手机，细节拉满。在跨越操作系统握手的大趋势下，荣耀显然紧紧跟上了队伍，没让人失望。对了，撇开脑洞大开的 Robot Phone 和迭代升级的 Magic V6，荣耀在今年的 MWC 展台上还带来了一个更具科幻味道的产品——荣耀机器人，一登场就惊艳了全场。伴随着 Imagine Dragons 编排的 Believer 机器人缓缓上台，与4位舞伴一起表演了一段舞蹈，还精准复刻了一段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太空步，动作流畅有丝滑。在节目表演后，荣耀机器人还主动走向荣耀 CEO 李健，再完成了握手互动，紧接着一个后空翻惊艳全场，最后以单手撑地、单膝跪地的姿态落地，气场直接拉满。虽然最后这个后空翻在结尾时还有些踉跄，但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地完成了整个表演，台下的掌声就没停过。不过大家也都清楚，花哨的后空翻终究只是用来秀肌肉的，荣耀给这台机器人的未来圈定了3个极其务实的落地场景。
购物协助、工作巡检以及情感陪伴，没有玩虚的，每一个都贴合实际需求。这时候有人就会疑惑，为什么一家卖手机的公司要跑去造机器人？而在李健看来，这其实是人类能力的延伸。AI 必须进入真实的物理世界。如果说智能手机是人类思维的延伸，那么机器人就是我们双手的延伸，能帮助我们完成更多人力难以实现的事情。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